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10月25号，星期三啊。那么最终呢，这个中国籍网红韩非子啊，他呢在这个新加坡辱骂护士这件案件呢，今天呢在新加坡的法院呢给出了最终的一个判决啊。据说啊，当时就是庭审的时候啊，旁听的人是座无虚席，水泄不通，对吧？因为这个事情毕竟引起了新加坡本地人，还有就是新加坡的许多华人、中国人，这个旅居在新加坡的人，这些人的关注啊。那么最终的判决已经下来了啊，那就是什么呢？是罚款500新加坡元，然后呢坐牢呢就是5周又5天啊。那5周又5天这个挺押韵的是吧？可能就是一个警示的作用吧。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判决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这个超乎了我的想象。虽然呢我之前呢就我觉得呢他应该通过就是在那个庭审的时候他肯定会向法官求饶或者说做出这个一定的这种低姿态的这种道歉或者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呢最少应该会判就是几个月就是五个月或者半年然后罚款呢我当时认为会是顶格的，我认为应该会罚2万块的这个新加坡币那我当时我有一个那个新加坡的网友他也经常跟我互动嘛，那我也问他，我说你觉得会判决的怎么样？他觉得呢是会判2年再罚几万的这个新加坡币，对吧？但是呢最终呢这个判决呢就是还是就是和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那我们看一下具体呢这个当中它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判决会比较轻这个韩非子呢他在法院求情的时候他就为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呢他表达了歉意他自己说呢，他说在医院里面大喊是因为遭遇车祸呢，他说他感到无助，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他在新加坡呢他只待了1个月，因此呢他对本地的法律他说他不熟悉，对吧？然后呢他又说他说他有3名亲人呢患癌症其中1个呢已经是癌症晚期了，所以呢他来新加坡呢想这个工作赚钱，减轻家人的负担。然后呢在那个翻译员给他翻译了他的请求以后呢，他站起来对着摄像头呢他就道歉说对不起。那我觉得呢就是最终这个判决应该和人道主义有关系就是他首先他认罪了嘛，他道歉了嘛，对吧？因为这个可能毕竟也不是什么打人或者说非常致命的什么严重的就是造成很大的破坏的事情，对吧？虽然这个事情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觉得呢最重要的一点，他可能说了这个他是不懂这边本地的法律。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点呢，他说他不懂法律呢，我认为那个法院是相信的因为他其实是陪酒女嘛，对吧？就不管怎么说他也算是一个弱势的群体，是吧？因为正常人谁去做陪酒女呢？那他呢也说了他做陪酒女的原因，对吧？就是说他家里面有3个人患癌症有1个已经到晚期了。那我觉得这个呢有可能是引起法院对他就是怜悯之心吧，对吧？我觉得是一种共情，这种怜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的这种思路，没有把他给判决的非常的严重至于什么之前说的什么会有鞭刑会有什么那应该是都没有的，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他之前对保安的和保安的2次争执，他推搡保安辱骂保安这个事情。那这个呢就是法院这边也给出了一些详细的内容就是分别呢是在2023年的10月3号和10月10号一次呢是在晚上的9点，一次呢是在半夜的这个2点半左右那么他呢就是回到就是这个他所住的这个物业然后呢他喝多了就是已经没有什么自理能力了估计就是又吐又闹对吧？那么保安呢就帮他
两个人呢就搀扶他，把他搀扶到一个就是搀扶到电梯啊，就搀扶到他自己的这个住所，对吧？那么他呢，在这个走廊和电梯里面呢，他分别呢就是他推上了这个保安，并且呢对他进行了飙粗口啊，有5、6次吧。那作为这两个保安呢，其实啊也挺冤枉的，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呢，就是有可能啊，考虑到啊，他都是因为陪酒啊，他在一个醉酒的情况下面啊，他导致的这种辱骂呀，或者是推搡啊，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法院对他也是进行了一个比较轻的这种判决啊，因为毕竟醉酒的情况下，人可能没有一个什么主观意识嘛，对吧？啊，他呢肯定也是呢，就是喝多了啊，然后呢，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肯定也是啊比较郁闷，是吧？那么他把这种工作的这种情绪呢，就是发泄到啊，他认为就是发泄到保安身上去，对吧？这个呢，我觉得是从心理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啊。这个最终的结果啊，那我觉得这个最终的判决呢，应该是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讲情面的，对吧？那许多网友呢，他也有点感兴趣啊，他说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的她在国内啊，就是在中国大陆啊，她如果犯下这样的一种行为的话，会遭受怎么样的一个处罚，对吧？那么我呢，虽然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士啊，但是我也经常看新闻，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事情，对吧？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呢，就是一般来讲呢，啊，你到医院去，像这种公共场所啊，如果他只是像他这种程度的这种辱骂呢，啊，就是偶尔飙几个出口或者态度特别的恶劣这种的，啊，其实他一般不太会啊，就是遭到惩罚，啊，医生啊、护士啊这些，其实在国内呢，他还是比较隐忍的啊，因为第一呢，确实病人非常的多，非常的忙，对吧？就不太会有时间啊去跟他这样吵啊，或者说去报警啊，什么都不太会。第二点呢，就是一般就是像国人的心态呢，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吧？因为像这个女的这种架势啊，她又给你拍什么视频啊，又给你说什么要举报啊，什么东西的，你就很多人都会害怕嘛，对吧？觉得就是啊，她把这个事情会投诉，是吧？尤其是她讲起这些事情来啊，又不太讲道理。那么你说，如果一个语言表达能力没有很强，或者说社会经验没有那么强的一些什么医生护士，就碰到他这种胡搅蛮缠的人呢，确实头挺大的，对吧？一般所以就是大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就如果是我是医生护士，我看到这种人，我肯定也不太会选择报警的，对吧？最多就是叫保安跟他说一下啊，你看怎么去安抚他一下啊，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比较多的。那如果报警了呢？那如果报警了的话，那我觉得警方他真的参与了这件事情的话，啊，那他应该会立刻把他也会带到就是警察局去啊，那也会对他进行就是录口供啊、立案卷啊，对吧？一般如果就是说他一个人在那边闹啊，如果护士、医生也不参与，没有人跟他对闹的话，那他肯定是会被啊。行政拘留啊，行政处罚啊，那这种行政拘留、行政处罚的结果的话，差不多也就罚款几百块人民币啊，然后呢被拘留个最高是15天，对吧？我觉得一般你如果实在要拘留啊，拘留个5天肯定是最多了啊。那如果说被骂的这个护士啊，或者说被骂的医生要去法院起诉他呢？那如果一定要起诉啊，如果他有确切的这种证据的话，那最终的话，应该他也会啊，就是对护士或者这个医生呢，他会付一些费用进行赔偿啊，但是他不会像在新加坡这样被就是坐牢什么坐5个礼拜这样的情况是不会有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最终的判决啊，他比大陆的呢确实要严不少。但是呢，
啊，也还好，没有就是顶格的，没有就是最终的判什么几年啊，罚几万，对吧？那我不知道新加坡的朋友们会怎么想啊？觉得这个判决是否最终到位了，对吧？好吧，那这个事情呢，就是两个多星期吧，到今天也算是画一个句号了，好吧？那我们呢就希望啊，大家如果是在新加坡啊，或者在其他的国家啊，作为中国人还是要比较遵纪守法，对吧？就给别的国人呢，就是给大家呢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啊，好吧，谢谢。